那用 CarPlay 的话，真的是方便很多。你的仪表就是你的导航萤幕，也不用再装什么手机架了。好，这边开始没有路灯了。好，我们倾斜的话，左边灯亮。来，前面这个就是区间测速啦。哦，我们这个定速就是用在这个区间测速，特别好用。来，这个区间测速，哦，不用定速，你就会方便很多。我现在左手就是这样子加减速。嗨，大家好，我是奈森。我们现在看这台 TT-LBT 这台车。我们今天有邀请到特别来宾，唱歌等等的，请进。嗨，大家好，我们又来介绍三阳最新出款的新车 TT-LBT。我们请到技术支援，他是现役店长，所以可以帮我们很清楚介绍这台车。来，我们来看骑姿哈，来，我们现在两脚都踩在地面上，我们看到底下哦，两脚踩的大概状况是5/4吗？1/4？感觉4/4左右。好，我们从后面看哦，大概这状况。然后你稍微后退撸一下，看这样状况怎么样。所以虽然说有踮脚，可是的话前后撸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好，我们看到它骑姿的部分哈，我们脚往前踩是这个状况，我们踩中间。哦，我们在市区可能是用这种姿势比较多。那如果说我们是巡航的话，我们脚可能踩在最前面的位置。我们看它踏板哈，它踏板做的非常的长，所以不管你脚多长的人，他都可以踩到那踏板最上缘。所以不会说只有踩一点点而已。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山路比较运动的时候，我们弯来弯去嘛，那我们就会踩比较稍微中间的位置。我们看一下来先脚先移开一下。它还是有空间，只是它不是很大，所以变成我们脚前掌可以踩这个位置。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请问你腰可以靠到后面倚靠吗？可以。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打开的状况哦。来，它后面是可以有3段调整。好，我们现在看那个椅背底下它会有3个锁点。那我们刚刚是在最前段可以靠得到。那当然说腿比较长的人可以放在中段或是最后段。180几公分的话，可以在最后段。那这边两侧可以调整。那蛮多人示范是这样直接跨上去从前面或前后从后面跨上去实际上这种车有侧箱的车，它的上车方式是先踩踏板。再上去，这样就不会踢到后面的箱子了。因为这种车，你有箱子的车这个很容易踢到不管你是前座上车、后座上车都很容易踢到。踩着踏板再上去就不会踢到。好，我们看我们下来也是一样，先站起来，脚收，再下车。它大灯是投射式大灯，里面是复眼式灯泡。除了远灯之外呢，当我们要转弯有倾斜的时候，就会自动启动弯道的辅助照明。我们来看它的大灯效果：近灯、远灯、pass 灯、双闪灯、方向灯。接下来看尾灯、刹车灯、双闪灯。方向灯、近灯、远灯、倾斜，倾斜，它右边灯开了，左边倾斜，左边灯亮了，好，右边灯亮起来了，好，这边开始没有路灯了。好，我们倾斜的话，左边灯亮。现在是远灯。好，
好，转向的时候灯会亮。哦，转向的时候右边会亮。在雾中的照明效果。咱们现在开始介绍右把手哈。这一次山羊特别整合了一下启动开关跟紧急熄火开关作为一个按键。这有一个特色往常的重机，如果你启动开关跟紧急熄火的开关是分开来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去停车也好，或者是说就是自己误触，当你把它切到就是断电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说，隔天早上或者是你去买完东西办完活动回来要发动的时候发不动，就变得很紧张。可是实际上是一个乌龙，你反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把它定位在正确的位置。那这样的一个整合有个好处，你必须在启动的时候就要把它切在这个 on 的这个位置，那你再配合刹车再按下去，它才有办法正确的启动。那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避免这些乌龙的事件。好，再来它还有一个 mode 的开关跟一个闪双黄的警示开关在这个右把手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刹车的拉杆，在这个刹车拉杆其实它还是有分段。当我们往外推的时候，它一共有转盘上面有4个数字，它可以去调整不同的段数。好，那再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左手边的这个开关功能。其实左手边的开关功能是相对而言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最丰富的地方呢，我们当然就是有基本的我们看远近灯的切换、pass 灯的切换、喇叭、方向灯，以及这边有个减，其实在它的背后还藏了一个加。那这2个加跟减有什么功能呢？来，我们要搭配过来看一下，在这个正面旁边这个小小的按钮，这个小小的按钮其实就是定速功能的这个开启开关。当我们按了它，那我们再配合这个减按下去之后，萤幕上面就会显示这定速巡航。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在跑西滨快速道路高架桥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不用手一直吹着油。当你只要轻轻按一下刹车，它就把它解掉了。那这种东西其实跟目前很多的这个汽车设计这个定速巡航的功能是很相近的。当然在操作使用上面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去玩玩看，感受一下这个定速巡航。其实它这个感觉已经做得相当的细腻，让大家骑乘起来不会觉得说会有爆冲的感觉，或者是说就是速度不够。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定速巡航在60，那假如说我们想要减速或者是加速，就可以靠这减跟加这2个按钮去做调控。比如说我想要加一点点，它每次加个时速2，这样慢慢加上去，减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大致上它的这个功能是在这边。那这一次有很多人就是在过往在购买我们山羊的重机的时候，也会提出来说，这其实置物空间不够，或者是我想要买便当、买宵夜，挂个盐酥鸡，挂个鸡排都没地方。这次很棒，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个挂钩，让大家可以去挂自己的一些食物，或者是说饮料，这样子挂上来，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的方便。那我先帮 TL 的车主问一下，可以 TL 也可以改这个吗？其实 TL 车也可以改上这样的一个配备，那它就可以去400的 CC 的，只要它的那个空间上面符合，它搭配上这个刹车油缸的锁座，就其实是可以把它改上去的。它简便又不失美观。这一次呢，我们这台 TT LBT 它其实呢跟我们前几个月所发表出来的剑齿虎一样，它使用了最新的 keyless。那这个最新的 keyless 上面呢，它有2个按钮，
当你在使用车子的时候，一个是寻车的功能，那你可以在众多的车海之中，有时候你去家乐福也好，或者是说大卖场，那你发现你的车停的不太确定在哪个位置，当你寻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你的车子的位置。再来，这个按钮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直接开坐垫。那我们开了坐垫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取物。这 keyless 啊，假如它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可以靠近它，在这个下面。它有画一个就是感应的天线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应在这个地方，然后去做一个感应的动作。但是当摩托车本身的电池没电的话，即便你 keyless 是有电，它还是拔不起来的。所以说只是这个功能是当你 keyless 没电的时候，它可以靠近在这个地方，让它去可以做一个紧急应变的一个措施啊。好，然后再来这个钥匙后面呢藏了一把小的钥匙在这里。那这把小的钥匙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在购买新车的时候，它标配的2个行李箱。那如果要打开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这把钥匙去开行李箱。那大致上它的 keyless 的实际上的功能就这几个项目。好，那我们要开电源的时候呢，我们 keyless 只要带在身上。那其实这上面有3个按钮。如果说我们要加油的话，车子一定要熄火，这样才是安全的。你也只有熄火的时候，搭配上你手上有 keyless，在身上也行。我们按了这个油箱盖就会自动开启。那自动开启之后，这个油箱盖其实是没有挂锁的，我们只要手转一下就可以加油了。对，它也可以将油箱盖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巧思，放在这里才不会说滑落。那我们加完油之后，我们再把它扣回去。锁紧，好，那再盖起来。再来呢，其实当你 keyless 在手上，不一定就是要按 keyless 上面的开坐垫功能，它这边也有开坐垫的功能，所以其实有2个地方都可以这样的一个开坐垫的方式。好，那 keyless 在身上，我们就来启动 TTLBT。我们先按一下，我们就开启它的这次最高的配备 Apple CarPlay。那在这个 Apple CarPlay 呢，我们要进入它的这个模式之前呢，必须要连接蓝牙手机。目前这个7寸的 Apple CarPlay， 它其实是跟 Apple 手机作为一个相容的界面。如果 Android 的话，这个未来还在拟定。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界面上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像刚刚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开关座。其实有 Mode 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目前这个模式停留在 Normal TCS，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Rain 以及 Normal 这3个选项。那 Normal 呢就是正常的运作状态，它同时会开启 ABS 跟 TCS。好，再来就是当你到雨天的时候，那它也可以就是切换到雨天的模式。那你在骑乘的上面不管是过弯也好，或者是在比较湿滑的路面，它这个 ABS、TCS 它的效果会更加的就是明显。好，那第3个模式，请问一下，那个 Normal 没有 TCS 的时候是干什么用的？如果 Normal 没有 TCS， 其实就是把 TCS 这个介入把它关掉。很多人不知道，当车子 TCS 介入的时候，就是会断油。它在这个地方，在近期有一些车友给我们的回馈也很好玩。当你发现你的前后轮胎万一有重钉的时候，它的这个胎压不足，然后如果短时间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它 TCS 也会介入，因为代表你的前后轮速就是不正常。那你这样骑起来就觉得怪怪的，那也让你驱动你来店里面去做巡检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部分。那当然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循迹防滑。所以说你如果说就是把这个 TCS 在开启的状态之下，可以保护我们在循迹防滑这个部分就是过弯啊，或者是山路有湿滑的部分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这样打滑，然后又爆冲出去。它是这样的一个介入模式。如果你把它关掉，那可以在像刚刚所提到的车子重钉的时候，结果前后胎压不一致，那你想要还是可以骑到就近的店面去做一个补胎的话，你就暂时要先把它关掉，免得你要骑它又断油，你又没有办法骑得动，这是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想要试一下它的性能，那你也可以把这个 TCS 关掉，
哦，那在一些比较湿滑的路面的时候，当没有这个就是循迹防滑介入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马力跟冲劲哦。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测试之下，自己还是要相当小心，这个路面啊，或者是这个环境哦，在潮湿的情况运作下，哦，要慎防摔倒哦，这个部分。然后我所知道我们有车友是在那种碎石沙砾路面，因为前后轮速一定不一样吧？是，你要把 TCS 关掉才有动力，不然你动力就出不来，就会变得很慢。对，也是一个这样的部分。可是我想 TT-LBT 要到这样的一个碎石路面，或者是说比较 off-road 的操作，会比较不适合，那可能会比较适合使用剑齿虎这一台车。这是做什么用的？好，来，在这个车把手上面，它隐藏了一个就是 USB 的充电座。哦，那它还特别做了这个防水盖。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它附着了一个 Type C 的手机充电座。哦，那假如说你有另外再挂一个手机需要做充电的话，那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充电。那当然，因为现在有 CarPlay 哦，只要连接上你的这个Apple 的手机，那它就可以做导航啊，或者是听音乐的一些功能。那请问它有几个 USB 的插孔？当然，除了这一个 USB 之外，另外一个 USB 其实隐藏在左手边的置物空间里面。不要看这个置物空间刚打开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吓一跳，这怎么这么小？那它的 USB 又藏在这个上面，那这么小的空间到底要怎么充电？其实它有一个小巧思哦，在这个里面隐藏了一个橡胶的模板。这到底是做什么呢？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很方便把手机砍进去，放在这里面之后呢，把线接好，充电了，那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塞进去，放好。那也可以防止我们在骑乘的时候手机滑动这样的一个就是风险哦。而且等一下，它这个还有吸震功能的，对，它还有底下它这个减震功能哦，有一种橡皮减震的作用。是哦，从正面看不出来，背面其实原来是设计这样子的。是的。好，那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起来左手边的置物空间有一点小，可是呢，其实魔鬼藏在细节里。它把它的置物空间，为了要让手机平放在里面比较方便，它是横向的深入。你看，像我这个手掌可以完整的放进去到里面来，那可以将手机很平稳的横向摆在这个位置。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它右手边的置物空间。那右手边置物空间比起左手边来看，它其实是比较深的哦。那我们先用手来去做一个测试，它可以直向的进去，大致上还蛮长的。那我们实际上以一个小瓶的饮料来放，它可以完整的放在里面。那我们实测过我们大瓶的600cc 或者是某一些1000cc 的保特瓶，也可以完整的平放在这个里面，是很方便的。那像这个部分，它其实跟左手边的置物空间一样，它在横向的部分里面，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再放东西。像我们就习惯，比如说擦车布啊，或者是擦手巾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它横向的塞在这个里面。它这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够的，还有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藏在这个位置里面。那大致上右手边的这个置物空间就介绍到这边。好，首先我们来介绍它的就是电动风镜。这一次呢，给好给满，连电动风镜都直接标配在这台车上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当你开机之后，电动风镜的功能，它会直接显示在最主要的功能，在这个页面的右上角。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左手边的按钮。左手边的按钮，这两个上跟下，它其实就是用来调控风镜的上，跟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那个骑士眼睛的角度位置，现在最下的位置大概这样，然后最上的话嘞，我们把它调上来，这是最上的位置了。所以你觉得会影响到视线吗？最高的时候？其实不会，这样很多人就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电动风镜在使用上面啊，它无段的它就是为了让你去调整说，夏天还是雨天，太热或者是有雨的时候，我们去调整这个风镜的角度，让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是手啊，然后再感受这个迎风面，然后来就是吹风啊，或者是说降温这样子。如果下雨的时候，那也需要用到这个风镜。从正面看的话，
现在是最低段，现在是最低的位置，下巴的位置，然后升上来最高的时候，我们来升到最高，现在升到最高的位置，哦，大概到眼睛左右的位置，对，大概这样子，所以是5段可以调整，看依照自己身形调整这样子。对，如果说你遇到下雨的时候把它抬高，或者是冬天有点冷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抬高，好，让这个迎风的那个数量封面的数量变得比较小一点，好，让自己骑乘起来比较舒适。对，所以它往上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角度也不太一样改变的。对，其实它不是倾角也改变顺着这个倾角平行上来，而是它是挺起来的。对，那我们接下来看预设开机画面是这个电动风镜上下的位置，然后透过这个讲话这个按键可以切换，这是资讯栏，资讯栏可以切换左下角的这部分，里程 Trip A、Trip B、Oil Change 机油更换，还有这胎压显示。那请问它都在多久要保养一次换油？它其实在新车的时候呢，第一次300公里的时候要换机油，第二次在1000公里，第三次就是3000公里。哦，之后就2000换。哦，不，之后就是每3000公里。只有前面3次是比较密集的所以说其实当然新车啦，我们也是把它体质顾好。好，那所以说就是第一次在300公里，第二次在1000公里，好，第三次呢就是在3000公里。那3000公里之后就是每3000这样的一个就是里程，一次交换量是2700cc 啊。它里面会有一个所谓的重设里程。那所谓的重设里程的话呢，就是有我们刚刚讲的 Trip A、Trip B， 然后还有机油里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 Trip A 我们计算完比如说这里到台北101或者是这里到鹅銮鼻到底多远？那计算完之后，我们想要做一个归零，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归零的设定。那大概内容是这样啊，还有这个机油灯要消掉，也是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就是设定。好，那它其他的设定内容呢，我们再往里面看，它有风格、语言、单位、时间的格式、萤幕的亮度、蓝牙连接、胎压配对，还有这个软体的版本，跟如果你调到乱掉了，你想要再回到原厂的设定，它这边有一个就是后面支援你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那刚刚的风格在这个地方，风格1、风格2、风格3。好，那我们现在选的是风格1。设定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语言这有趣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有 English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文那当然我们就是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所在台湾的位置，就是繁体中文毕竟这个车子是全球销售的再来单位的部分，我们有分公制跟英制。好，公制就是时速几公里，英制就是时速几英里。当然几迈，对，几迈这样一个概念。那时间呢，当然就是去调是不是你要24小时制啊，或者是你再从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时间的切换这样子。好，时间格式就24小时制跟那个12小时制啊。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好，那再过来我们看一下萤幕的亮度，你可以切夜间模式或日间模式。平常会自动切换吗？平常它自己也会自动切换。如果你强调就是说一定要这样的模式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调。那它这个地方是用数字来显示，你可以调多亮。一般它进去的时候会停留在40这样的一个段落。那或者是说你要去，它其实它自己会去调控它夜间模式跟日间模式。当然为了要让它更个人化一点，所以说你可以进去里面把日间模式跟夜间模式调成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亮度，而不是它原厂设定的。比如说原厂设定在日间的时候它更亮，假设它的比值是100，然后夜间模式它比值是40，那假设你想要夜间模式来到60，你可以自己在这个地方先做调控，那它就比较属于个人化这样客制化的一个部分。好，再过来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现在是蓝牙连接。好，这个 CarPlay 呢，就是强大的功能就在这个蓝牙连接上面，它可以同时连接您的手机，还有这个蓝牙耳机。
当你连接上就是手机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部分，然后来做导航。那这个导航的部分，它就可以在你的蓝牙耳机上面提醒你，前方右转或者是前方300公尺，您的目的地在你的右手边，类似这样的一个语音提醒，它就会变得就是相对而言很方便。好，那我可以只连蓝牙耳机或只连那个手机吗？如果说你单一只连一个项目，当然也是可以，可是它的完整度就没有这么强劲。它如果今天没有连接蓝牙耳机的话，你的 CarPlay 的启动其实是不完整的。OK， 就顶多可以听音乐，可是你没办法那个，你要听音乐的话，就必须要连蓝牙耳机啦。那你如果说只是单纯的看导航的话，你连接就是手机也是 OK 的。那下一个呢，就是有胎压的配对那当然有时候是那个前后轮，它这个里面如果胎压的话，它为什么要做这个配对呢？假设说你有刚好换到这个胎压侦测器或者是更新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对于我们维修工作者来讲会比较方便。好，一般我们消费者不太会用到嘛。对，一般消费者你们是用换的话，那个店家直接帮我们对，我们会去帮你们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进到这个里面，就跟手机一样，它可以让你看一下它的版本我们看一下它软体的版本这样子。那如果未来有做更新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做一个判别。好，最后我们就是可以按这个恢复原厂设定，那它就可以重新启动，就回到它原来的这个模式。对，好 ，OK， 好，它的内容大致上是这样子。那再过来呢，我们看一下主画面里面它有哪些项目呢？比如说这个汽油的指示灯、时速表、转速表当我们转速上去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个转速表的一个指示。再来就是这边有水温的这个模式那其实这水温有点就是做的比较小一点那你看这个小小的三角形，它其实从最左边到最右边你可以看到看三角形的，对，是的。那它就是如果随着车温上去的时候，像现在如果来到这个红色的交界点，代表它已经车子来到热车的阶段了那底下的温度是什么？底下的温度有趣了，你会以为是水温，错了，这个是环境温度。目前我们所在环境温度，这个跟汽车概念是一样的好，室外温度，是的。最右下角则是时间。好，我们现在讲这个箱子怎么拆来，我们现在箱要怎么拆呢？好，来 ，TTLBT 这次呢，就是诚意十足，他把这两个侧边的置物箱就直接作为是一个标配。那所以说在交车的时候，就会将这两个箱子交给车主。那这两个箱子呢，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它是挂上去之后，它是有锁起来的，以免在骑车的时候震动然后脱落，这也是一个安全那当我们要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很简单，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来，这个开关它可以把它往下按，然后转到就是开启的状态，解锁状态，解锁的状态。当解锁之后，一手扶着把手，另外一手扶着箱子的后面，我们轻轻的就往上抬，你就可以听到扣点脱离的声音，那我们就拨起来了。那我们要装回去的时候，逆向操作，首先我们将下面那个扣钩，我们先碰到，然后我们再放到这个上面来，放好之后，将上面这两个扣点，就是当然啦，在这个锁就是要扣进去之前，记得先把 lock 上去，就是关上去，然后我们再往下压，好，你就听到扣一声，那这样子。然后我们检查一下，它就有锁起来了。好，我们把这个箱子拿起之后，这边不是有两个洞吗？三洋有附这个小包，有附这小包装，这就是里面的一个饰板。平常没有挂侧箱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饰板装上去，来看一下怎么装。那这样子就不用担心说会不好看或水汽跑进去里面容易生锈的问题了。请问一下，它的坐姿有什么样不一样吗？这一次的坐姿因为毕竟它加大了油箱那所以说虽然它的坐高是设计比较低，它只有78公分这个高度，那坐起来其实照理说就是身材比较娇小的人来讲，坐起来是舒适的。可是因为加大油箱的关系，在这一个
车子坐垫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变宽的状态。当坐垫变宽的时候，我们的大腿会张得比较开，相对而言，原本可以双脚着地的情况，会变成要垫脚尖。可是再怎么垫也是垫那一点点啊，除非说你的这个脚长度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部分，不然它其实坐起来还是蛮舒适的。那请问一下我们在过这个车道跟车道之间车缝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判位呢？其实在这个车道分割然后我们不管是在超车也好，或者是说会车也好，我们都要特别去注意，因为毕竟这个你有挂侧厢的关系，所以说呢一定要抓好那个距离。那距离呢，最好的判断方式呢，就是我们看着我们前面的照后镜左右各延伸5到10公分，那我们在过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超车也好，或者是会车也好，那这样会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那想请问一下，它操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操控上面因为这一次TTLBT 它的这个前后重的比例的配比有做一点修正，所以说它其实为了要符合说挂这个后箱，不要说后面重前面轻这样的一个概念，它重心上面有做一个调整，让它不要说头重脚轻这样的一种情况产生，不会因为你也挂了箱子，后面加重了之后，反而这个龙头被这个局限住了这个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当我们挂了这个后箱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说会不会风阻变大啊，或者是说这个前轮比较容易浮起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你时速过高的时候，当然破百啊或者是风压比较强的时候，自己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即便是车子这个重量就是它比例上有调整过了，可是相对而言，台湾的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其实是有点瞬息万变的，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6E快速道路上面在行驶的时候，这些安全的这个部分还是要交由车主自己去多加留意一下大致上是这样的内容。那动力上有什么差别呢？在这个悬吊上面，通常这个车子TTLBT 说穿了，它其实跟TL 它们是相同的引擎 base，只是说它的主架就是车架上面还有外观的设计上面不同。那当然 TL 是属于比较运动版的 Sport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较竞技型，然后外观也比较流线型。可是 TTLBT 呢，它是比较沉稳的那就是可以居家旅游啊或者是说就是你一个人独旅那带这些箱子那再来就是说你在骑乘的过程之中也不会觉得说动力会不会输给这个就是比较这个竞技型的这样的 TL 的设计呢？不会，因为毕竟它的油图或者是它的电脑里面有做一些调教，让你在骑乘的时候它是更加的稳定输出在这个动力上面，就像它所仿生的这个灵龟的这样的一个意念，让它耐力许久续航力跟这个动力上面不会就是让你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感。那用 CarPlay 的话，真的是方便很多。你的仪表就是你的导航萤幕，也不用再装什么手机架。在风镜升到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到鼻子跟下巴的位置。那因为风镜角度关系，其他风顶多吹到风安全帽上缘。下雨天在低速行驶的时候，这个风镜反而会影响视线因为它这个水珠没办法处理掉，所以放在最低的位置反而是比较恰当的。可是把风镜放在低的位置这个风切声就比较明显一点了。在这个油箱位置真的比较庞大它加到16公升确实比较庞大一点，所以在大腿会被撑开，撑得蛮开的，让我感觉很像在骑Go-Wind的感觉。
动起来的时候算是比较算灵活。那声浪跟 TL 有点像，又不太一样。水珠在这边会形成小小的，那这样小水珠如果速度不够快的话，它反而会影响视线。但你速度如果够快的话，它会被吹走，那就比较没有问题。那模式切换，现在是 Normal TCS。哦，原来是你在有速度的时候不让你切换欸，它一定要让你停下来的时候才能让你切换。哦，回游状态你也是不能那个切换模式，一定要停下来。可以了，哦，停下来之后就可以切换模式了。哦，你没有速度的话就可以切换模式。哦，这个 Normal TCS 灯亮在上面代表是没有 TCS 的。哦，那我们是用 Rain。我们先下雨天，我们要测试一下不同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前面还有一段空的哈。哦，动力输出不太一样，起步的时候让你更温和。在锐模式之下起步的这个动力真的比较温和很多，防止你一下吹油门吹太多。你用锐模式之下，你油门就是开度要大一点，才能有该有的动力。而如果一般开度的话，它是让你的输出比较缓和，避免这个爆冲啊、打滑这种状况。那马力的话不会说没有，只是你油门控制跟原本的控制方式不太一样。哦，现在有点速度，那个水珠就风镜前面的水珠就被吹掉。自脚性的话，如果一脚踩平的话，另外一脚就轻微稍微颠，然后两脚都踩到大概是1/4左右，大概1/4左右到1/3。Normal 状态之下动力会比较饱和啦。那我是建议原厂如果有机会 OTA 的话，可以把这个 Mode 模式在有速度之下还是操作，可是要回油才会更改。要不然你有速度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有地方可以停下来啊。你只要停下来才能操作比较麻烦，你还不是说用回油方式来改变它的这个模式。好，现在设定定速，用左手食指来微调加速。大拇指来微调减速。它定速加一格就2公里，减一格就2公里。我们现在大概在定在96左右。我们测一下这个电动风镜。升上来之后的话，声音会小很多。升上来会小很多。然后你有速度之后的话，它这个镜片上的那个水流都往外面跑，所以对视线影响会比较小。来，我们测一下它上坡下坡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上坡速度掉下来，它会自己在补油。会再补一些，好，回到97、98。
好，我们现在其实下坡速度会往上增加，它油门会自己收，好，把这速度维持住。哦，北上风真的很大，逆风。今天西滨的风真的很大，时速90几，像是150、160，瞬间阵风会让车身左右摇摆。回来查气象资料才知道，这段路平均风速达到5到6级风，瞬间风速达到7级，换算下来，光逆风的风速就达到时速60了，瞬间最高逆风达到70，难怪当时瞬间体感是到150到160的感觉。这又是风啊，又是雨的，今天这个雨天测试真的很不容易啊。尤其装侧箱或是尾箱会增加迎风面积和风阻，高速稳定度本来就会变比较差。那骑车当下没有想到是5、6级风的状况。根据经验有装尾箱或是有装侧箱的状况之下应该速度避免超过130。那依照这风速来算的话，你要保持在这个时速70以下，稳定性会好很多，也就是130减60。那一定会有人要问那稳定性怎么那么差啊？其实这很好解决啊，把这个侧箱拆掉的话，稳定性和 TL 相仿，已经有很多 TL 的高速测试影片可以参考了。那记得有装箱的时候避免速度超过130就好。那很多挂箱的车款车主手册中都会注明这样子，避免超过130。哇，刚刚在上面风实在太大了，车已经很重，还是被吹得左摇右晃。风镜在速度不快的时候升到最高，它可以遮雨啦，可是它会影响视线，这个给各位当参考一下。今天风真的是很大，逆风，才跑50公里啊，汽油都快要用掉一半了。逆风的时候油耗真的是很高。下谢滨之后，先小跑一段林口山路到虎头山，看雨天的操控性怎么样。那今天这段跑山路天雨路滑可能没办法试到太多，那只能试一下它动态表现啦。爬坡的时候动力饱满。感觉走弯路你会觉得它的这个重心真的是很低，所以高重心跟低重心的车在跑山路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只是说你要适应一下。适应它的重心之后是觉得山路还 OK 啊，跑山其实也还 OK， 只是它的这种高重心跟低重心的这个骑法不太一样。过弯的稳定性不错，给人很好的安心感。如果不是路面湿滑的话，会不自觉把速度往上带。引擎的震动还是会些微从这个脚踏这边传过来，不过还好它的这个震动还好不大。那它的坐垫是比较偏软的坐垫，所以它可以把那个一些路面的一些路感帮你把它吸收掉。在这种休旅车、旅行车、跑旅车来说算是比较舒适的设定。坐垫的话，乍看之下好像硬度跟这个 TL 差不多，可是
坐起来坐久了，发现它还是比较软一点点哈，所以长途来说对屁股来说比较舒适。它的车身宽度哈是根据你的照后镜来判位，你的照后镜可以过，你的后箱就可以过，哦，侧箱就可以过，所以要判断你的这个车身可不可以过，其实很方便。哦，再用照后镜来判位。悬吊感觉跟 TL 有点不一样 ，TL 的悬吊比较直接，那 TTL 它的悬吊，你感觉路面的一些些微的这种颠簸哦。我们一般不管低速高速，总是会有一些些微颠簸嘛。它在这个些微颠簸部分，它消除的比这个 TL 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舒适度会比较好一点。它隔一段时间没有操作，它会跳回这个电动风镜的这一项。我们邀请到车友 Kevin， 他本身是红牌车主哈，我们邀请他来试驾看看 TTL，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台车。那他试驾这一天哈，有些地方已经没有在下雨了，但是路面依旧湿滑，所以会保守一点。那首先呢是到虎头山明伦宫这一段小跑，接着是虎头山环保公园往警官学校这段，再来是去大鼓山绕绕。接着我们请 Kevin 来分享他的骑乘心得。这台这个 TTL， 那灵龟，你第一眼的感觉给你怎么样？第一眼你就觉得很笨重，很笨重，对，跟外形吧，就比较外形看起来比较厚重，对，厚实。对，那结果你骑起来感觉跟你的这个外观感觉，骑起来倒跟原本主观看的还蛮大的落差。它骑上去其实上会比原本想象中来的轻巧很多。怎么说呢？它灵活性还蛮高的。然后市区或者是小路，它的牵引上来讲的话，其实上还蛮顺畅的，并不会比如说可能车头会骑过头啊，或者是说屁股会太重，会不容易拉得回来。然后这些现象它基本上都没有。那在动力上呢？它骑乘模式没有改 ，normal 的部分有挂 TCS 的话，确实是起步的时候确实觉得油门会比较重一点，比较重手，比较拖。然后中尾段其实上加速超过大概50，时速超过50以上的话，其实它加速性是倒还蛮立即的。然后后来我把它的模式改成 normal， 把 TCS 关掉的时候，那其实它油门就轻巧很多。就跟当初在骑这个剑齿虎，或者是跟这个 TL 这边来比较的话，其实上还蛮接近的。哦，那悬吊方面呢？悬吊它的路感很清晰，可是它碰到一些跟动的处理上还可以，但是可能因为我骑惯的行程比较长的车，所以还是觉得它颠簸上还是会有一点点吃力。就是运动性比较重一点，然后在那个它的舒适性方面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空间，还是有一点空间，对。但是骑乘过程中，我是觉得它的引擎声应该不是引擎，应该是它排气管出来的声音的部分哦，其实上应该可以再调教一下，因为它那个低音共鸣的声音很明显，所以可能我又加上戴3/4罩的安全帽，所以一开始我是很不习惯，就觉得耳朵边都是嗡嗡嗡嗡的声音，是骑起来是很不舒服。然后后来大概骑个半个小时后，可能渐渐习惯那个声音了，就比较没有那么感觉。对，听说它跟 TL 它的这个排气声浪有点不太一样，不同，完全不同。
因为它那个低音的共鸣点，我觉得有点不晓得，可能我个人主观的认为吧，就觉得听起来算是比较没有那么舒服了。对，尤其你刚远远的骑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到你车回来。真的。你刚刚山路感觉怎么样呢？山路过弯的话，它其实还蛮轻巧的，然后过弯压车的角度其实都还可以，因为下雨天地上比较湿滑，所以我也不敢骑的，就相对会骑的比较保守一点。但是它过弯的循迹性，我是觉得还可以。坐在上面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坐高或是你的骑姿感觉怎么样？基本上我身高172公分，然后我本身骑的是 XADV， 所以它的坐高的实际上数字应该是没有 XADV 来的高，可是它坐宽真的是比较宽，那可能长程坐起来是比较舒服，可是腿相对的也是撑得比较宽，所以其实它双脚的着地性甚至比我骑 XADV 都还要来的略微吃力一点。我那时候刚坐到这台车的时候，我感觉起来是有点像那种高位那样被撑开，对，有点以前小时候在学车那种感觉。骑乘的姿势的部分，因为它的相对的把手可能比较内移吧，就是比较靠驾驶者、骑乘者这边的部分，所以你变成是你的空间的部分，可能你后靠的部分就要稍微后退一点，它接得起来才会比较灵活一点吧。所以应该说它把手比较有明显的后移。如果跟你的那个 XADV 比的话，XADV 它反而是比较前面一点点。对，会比较前倾一点。对，它的而且 Forza 我记得 Forza 好像也没那么前面。Forza 其实跟那个 XADV 已经很接近，稍微后面一点，可是还是偏前。对。还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特别想分享的部分？特别想不到，这个它那个 ABS 作动还蛮快的。ABS 对，所以你有把它刹到那个 ABS 作动。我这一次骑乘有两次作动，那一次是前面的车子突然紧急刹车，然后我按了以后它马上作动，那我也有采躲避的一个措施，让它作动速度、作动的及时性还蛮快的。那但是它介入好像不会太深。就是其实上你放掉以后马上再切换，其实上就你驾驶上来讲的话是不会没什么很大的影响。因为他说这次他现在有那个弯道 ABS， 对，不光是一般的 ABS， 对，所以你觉得会有差吗？还是刚好这一次做动的时候不是在弯道？第一次不是弯道，第二次刚好进市区的时候是刚好变换车道，然后变换车道刚好前面的不知道是客运车还是游览车，它紧急刹车，所以旁边的车辆紧急要往我前面拉过来的时候，那我在变换车道过程中不算弯道，但是车道有偏移，然后有作动，可是马上车子就还蛮稳定的了，对。基本上我就是觉得它算是蛮好骑的车子啦，对，尤其如果是高速巡航、长途巡航，我觉得还算蛮舒服的啊。市区的部分的话，可能你如果要轻巧一点，让它油门就是顺畅一点的话，可能就是 normal 把 TCS 关掉这样子，然后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跟你的速度的掌控，这样你可能市区起步刹车，红灯停再起步，这样你可能会骑起来比较舒服。因为刚开始骑出去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钝，钝到已经快不行了。所以你指的是那个引擎刹车部分吗？不是，起步，对，就是它从停止，然后起步加速，然后你大概不会超过50，比如都大概在市区都大概在20-30到40这中间跑的时候，然后它慢下来，你在起步的时候，它马上又有点。它不是很顺畅出去的，它是有点顿往前。所以你指的应该是说，它那个离合器本来是放开，然后突然变半离合接上去的这个过程。对，它那个时间拉得比较长。我也是觉得它半离合的这个时间但是偏长。把 TCS 关掉，你就没有那个感觉了。你说 TCS 关掉的时候，它半离合直接变快速版。对，没错，你可以试试看。你真的可以试试看，好骑很多。我后来回来都把它关掉。你直接把那 TCS 关掉。我就是刚接手的时候有试一下那个 Rain 跟那个 Normal， 我就直接把 Rain 跳掉不用。
没有，那个我没有骑啦，我就觉得还好。对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为什么没有 sport 或运动的？哦，像它 normal 就是运动那我就是运动啊，应该说 normal 没有 TCS 就是运动。啦。哦，可是你运动还是要有 TCS 记录啊，像我们还是有啊。对，我们的 TCS 是最低版的那个。对呀，对呀。那其实可以不用全部没有吧？我个人有对他有一些建议哈，我是觉得他那个如果他的半离合可以调的话，比如1段、2段、3段，对应他那个半离合时间，你快放跟那个慢放比较，它可以出去比较平顺。你要有第二阶的再去控制啊，像我们也是有第二阶控制的。第二阶？对啊，有一 economic 的 sport 啊 ，sport 里面可能有 S1、S2、S3。我的意思是说，直接在 user 模式里面直接写那个，你可以设定好。对了，对，你可以直接预设好你要怎么样段数调整，你要快的还是慢的？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一些建议？我倒是觉得他的仪表板我真的很不习惯，尤其是他的转速。我看了半天，我说他转速到底在哪里？原来他车边，然后他做那个就是有一点那种科技感吧，那应该讲科技感，可是它跟习惯的那个不太一样，就稍微要愣一下。然后我觉得它彩色萤幕还蛮容易让我分心的，因为萤幕超大。对，然后它就是有些字真的不需要到那么大，像油表啊那些数字，因为太大反而就很容易让你视线模糊掉。就是你其实让你只是可能大概要看一下时速啊，或者是看一下你转速啊什么之类的，你就不需要看那么多东西了。它这次大萤幕最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 CarPlay 功能，那你以后看地图啊，这萤幕啊稍微大一点。对。那你刚有地图放开之后，你其他边挤在旁边，你就变比较小。比较萤幕大那是 OK 啦，我是说它萤幕大的一些功能表的东西的数字大小跟图案的部分，就不要做那么抢眼，因为抢眼很容易就把重点都偏移掉，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它会有点花，有点分心。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Kevin。不客气。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忙。谢谢。不客气。大家好，我是乃生。我们今天骑的这台是 TTL-BT。那今天早上遇到好天气，可以小跑一下。那这条山路是虎头山的山路，属于偏狭窄型的山路。那基本上来说，这个爬坡对这个500cc 引擎来说完全没有什么挑战哦，是很轻松就可以上去。要加速的话，其实还是有加速力道哈。不用担心没有加速力道。那今天天气比较好，你可以稍微倾斜一下。那其实旁边这个路线哈，这个车道分割是可以过去的。我指的是它车身宽度哈，基本上噪音镜可以过。我们的后箱基本上就加一点也可以过去了，头过身就过。那只是说有观众在影片中反映他们不喜欢看到这个车道分割他们觉得这传车风。那没关系，我们就不做这部分嘛。那我们这边就不再演示了哈。那我停车的时候大概是两脚。我会坐比较前面一点，两脚大概是1/4，差不多这样子。坐后面一点的话，我腿会被撑得很开，就变只剩下踮脚尖而已。所以一般是停车的时候先坐前面一点，然后这样比较安心感。那等到上路之后，再屁股往后移。那这台车车重是250公斤左右，那
感觉起来你知道抓到它的重心，还有它重心比较偏低的重心，倾斜方式跟一般高重心的倾斜方式有点不太一样。那另外它的车头是比较偏前面，跟手把是比较偏后面这种设定你要先习惯一下。习惯之后，这个你就知道这个转弯算是偏灵活设定。那座位我162，我发现调在中段的位置应该是差不多刚好的位置。调在最后段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到，我必须要坐比较后面才能看得到。那推到最前段的话，就是上半身会比较直立一点、直挺一点。然后山路过弯不自觉脚会踩比较后面一点，那只是说它的这个后面可以踩的空间比较小，大概就脚前掌可以踩到。那驾驶模式在行进间是无法调整，那希望未来可以改成可以调整方式。TL 悬吊还是比较直接一点，好像三阳的这个新车悬吊都会有这种特性，它的路感会比较强一点，然后在新车磨合过之后，这种状况会有一些改善，所以我只能跟你讲说，路感小颗粒小颠簸都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可是这不代表说它这个避震器就是完全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磨合期。如果哥不想等这磨合期，可以考虑直接换这个改装的悬吊系统。那现在是属于 Normal 模式，没有 TCS。为什么要选用这个模式？是因为它这个模式算是完全解除所有限制啊。那加速会比较直接一点。那我之前没有骑过 TL 比较长时间，我只有短暂骑个5分钟，所以不准。如果是机械结构都一样的话，引擎结构都一样的话，它这个离合器的半离合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你起步会比较慢，跟它马力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它原厂设定保护的关系。那这跟这个 Honda DCT 刚好颠倒 ，DCT 原本它的离合器放的是很短时间，那现在新版25年版的话，它会稍微长一点，可是也算是并没有到很长，只是让它这个起步滑顺就结束了。所以那种车骑起来后，你会先感觉到转速先拉上去，再放下来，掉下来转速这样。那这台车完全转速上去，然后感觉离合器是慢慢放。那起步是很平缓，可是相对它动力起步的时候，它就没那么快。那讲一下这个风镜风镜在放到最低的时候，我的安全帽会有一些风切声。那升上来一些之后，这风切声就比较没有了。那到全上来的话，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是 OK 啊。下雨的话可能就我会习惯放低一点点。比较可惜是它这个驾驶模式在行进中它无法做切换。那官方的讲法是说，为了安全考量，因为它有一个这个 Normal 没有 TCS 的这个模式。那我是觉得，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是在这个模式的话，切到别的模式应该是可以恢复 TCS， 这样我可以比较不同模式，或者说用回油的时候把这个模式做个切换过去，这样会更活用。它油门有一段是空的，所以在这个抓这个微加油的时候要习惯一下。这台车结构在车身动态算蛮不错的，就转弯的时候它算是灵活那一款。以大容来说，它这个轴距不算长。那排气管的那个声浪调教还是比较偏年轻人一点。定速准备起来。现在顺风真的好走很多，感觉像在60
左右。那骑在这种路段定速巡航开起来，脚踩在最前面。我现在左手就是这样子加减速。那现在速度99，因为现在顺风，所以骑起来感觉好像在50、60。来，前面这个就是区间测速啦。我们这个定速就是用在这个区间测速，特别好用。来，这个区间测速，不用定速你就会方便很多。TTLBT 从行销角度来看它有一项这个50万以下车种或者是60万以下车种都没有的一个装备，这个配备就是 Apple CarPlay， 所以它是可以好好开发行销的一块装备，因为这个是只有这个三洋有，别人没有别的像电动风镜定速别人都有啊，所以这个你要比的时候别人也可以比啊，然后你驾驶模式别人也有啊，那只有这个 Apple CarPlay 这个是一个要主力强打的部分。那没有用过的人，他们尝新鲜会很好奇，会觉得这个可以带着他到处玩，他们不见得知道说他们不支援机车的部分，哈哈哈哈。他可以听音乐啊。那另外这个仪表部分希望可以简洁一点，不用这么花花绿绿。应该怎么说？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在意说转速多少，而且骑这种车的人去旅行，他转速跟他多少无所谓啊，耗油比较有关系，转速多少无所谓。他希望看到是会动就可以了，会动，上下动。虽然比如你200转，它跳一格，这可能比这个你做这么多来效果还好。那其他部分就是像我们的仪表画面留白是为了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美学感觉，所以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不用把那个转速弄得把它填空白，全部填满都转速。其实可以换个角度这样想，留白是为了一种美感。结论：没装侧向的时候，基本上和 TL508 雷同。那这款车的引擎和主车台是相同的，差是差在这个副车架、支架、还有车壳、还有仪表上面。还多了 INU 相关的电控功能，有弯道 ABS。转向辅助照明，后轮防腐举，也就防止盖棉被功能。那下一代改版还可能会增加这个自动取消方向灯功能。那这台车在山上动态表现接近 TL， 过弯的时候稳定性相当好，倾角和转向灵活度在大洋领域中算是佼佼者。这是在山路雨天行驶的表现中，令人感到安心。起步的时候呢，半离合器的时间偏长些，起步以柔顺为取向，速度30以下油门有点迟钝，以平顺为主。那这个速度超过30之后呢，动力输出就会比较直接，比较容易带出扭力。那推测是为了让起步更平滑柔顺，所以半离合器的时间比较长。那未来希望能改成有段数选择。灵敏啊、正常啊、温和，刚好也对应到这个 Normal 跟 Rain 的模式。那驾驶模式切到 Normal 没有 TCS 的时候会比较活泼一些，像是解锁动力的全部输出，但是要小心使用。另外装上侧箱之后，行李箱容量增加到54公升，所以迎风面积会增加。那相对的高速风阻也会增加。速度超过130之后，会因为风阻增加产生的涡流效应，也就是我们看到风吹旗子后面产生摇摆动作，这会影响车辆稳定性，这要先有点心理准备。有挂侧箱或尾箱的车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那请不要太奇怪。有侧箱之后呢，
行李空间真的方便许多。这次的摄影装备、雨衣等等全部塞进去还有剩，空间大好，真的可以塞很多东西。那多打一支钥匙在取物上面会方便许多。空间增加，在宽度只比 TL 增加8公分，大概是左右照后镜再增加个3个指头左右的距离，所以左右判位并不困难。在市区行走的时候还能保有一定的灵活性。那如果只是短程或纯跑山的话，可以把侧箱拆下来放在家里，这样车身更窄些。Apple CarPlay 是一大卖点，就像汽车一样，听音乐、导航都不是问题。只是导航软体上目前只有导航网对重机路线的支援性比较完整。那弯道辅助照明的部分，希望因应不同的需求或是状况，可以给予段数选择。有时候无路灯的状况之下会看不到左侧中线的猫眼石，那这时候就需要把灵敏度提升。如果考量只比 TL508 多了 3.5 万，那多了 Apple CarPlay 这个电动风镜、定速、双侧箱、IMU 电控，这就包含了弯道 ABS、后轮防腐举和弯道辅助照明。那这样 CP 值算相当高啊！感谢各位的观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